时光似乎在这里已经停滞了，但在遥远的关外世界，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金戈铁马的战场杀伐已成为久远的回忆。火药的使用拉开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的序幕。多少城池烽燧已在岁月中坍塌，就连建造了它的那个王朝也已覆灭了许久。这座长城与丝路交汇而生的古老关城，不知不觉已站在一个千年未有的时代节点上。曾经的天下第一雄关，在时代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犹如英雄迟暮。等待他的，似乎只剩淹没与遗忘。但突然间，那些久违的马蹄、驼铃与脚步声，又一次从远处传来。传奇不断上演的关城下，时间又一次重新开始。在抗日战争中，它是唯一一座未曾落入敌手的长城壁垒。在过去的200年间，这座关城因为商贸而繁荣，也因为国家的衰落而被遗忘。最终，因为其传奇的地理位置和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无数探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里，有最终成为反法西斯英雄和芬兰总统的年轻探险家，有年近70，将一生梦想倾系于此的探路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为着不同的目的抵达了这座关城，并为它留下了大量影像。1910年3月21日，这个日子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关城附近，出现了一支由外国人率领的马队。这支马队从北京出发，经过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
为首的领队是《泰晤士报》驻中国首席记者，时年48岁的莫礼勋。这位自少年时代就酷爱旅行的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却把旅行、探险，进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视为最终理想。1894年2月，他把长长的假辫子系在帽子里边，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从上海出发，开始了横穿中国西南内陆的旅行。正是这次旅行和他的中国游记，为他赢得了《泰晤士报》的关注，并最终受聘为该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1897年3月，莫礼勋抵达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记者生涯。当时的中国处于甲午海战之后，正迎来近代史上最风云跌宕的一个时代，也是国际列强竞相关注与瓜分的目标。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莫礼勋亲自见证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来到北京后，莫礼勋很快展开了他的第一次考察。他沿着规划中的东北铁路线，从海参崴出发，穿越了整个东北。这次考察使其及时洞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野心。在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几乎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礼勋。而此次莫礼勋对于中国西北的考察，也正值晚清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这次酝酿已久的行程始于1906年春。当时，从英国度假回到北京的莫礼勋，突然被中国的新变化吸引住了。我发现这座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地，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莫礼勋看到了这个古老国家萌生的新气象，立即决定要将晚清新政的成果展示给外界。但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负责人却和当时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认为中国仍旧是东亚大陆上黑暗停滞的国土。最终经过了近1年的交涉，在清朝官员的支持下，莫礼勋的新政考察之旅终于得以实现。但是，渴望走遍中国每一寸土地的莫礼勋，没有去先进的东南沿海和口岸城市，而是选择了交通最不方便也最贫穷的西北地区。除了那是他未曾踏足的土地之外，他更认为，越是偏远的地方，更能看出新政究竟达到了何等的深度和广度。为了这次期盼已久的旅行，莫礼勋特意在出发前花费重金购买了照相器材。与以往任何一次旅行都不同的是，他
他亲自拿起摄影机，用近1000张照片记录下了此次行程。我看到大陆在空旷的田野中延伸，一派单调灰暗的颜色，只有坟地周围长着些树。人们在肮脏的屋子里抽着鸦片烟。败落的城镇，穷困的生活，呆滞的目光。尽管新政的变革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但在1910年的中国西部内陆，万象更新的景象并未出现。缺水、风沙和颠簸的道路也在困扰着莫里逊，但他没有停下往西行进的步伐。这次的行程中，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口让他最为期待。经过2个多月的跋涉后，莫里逊终于在地平线上远远望见了这座让他心驰神往的关城。他迫不及待地为他留下了一张模糊的远景。随后，车马队继续向西行进，来到了关城的脚下。这是用夯土筑成的要塞，但已经毁坏。荒凉的城墙内已一片残败，且空无一人。透过关城向四周眺望，3月的南方已迎来早春时节，但西北深处依然被冰雪覆盖，停留在冬天的萧瑟中。熟知中国历史的莫里逊并没有把嘉峪关仅仅看作一座残败孤立的关城，他深知它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它所属于的那个更宏大的体系——长城。长城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能吸引西方人的中国景观。20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让欧洲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突飞猛进。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欧洲各国，对异域文化产生了极其狂热的兴趣。从埃及金字塔考古发掘，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遗迹，探险家的足迹遍布非洲草原和热带雨林。就在莫里逊抵达嘉峪关的半个月前，飞机的速度第一次超过火车，正式成为世界上最为快捷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体积最庞大、设施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开始建造。同样在这一年，美国探险家皮里成为第一个抵达北极的西方人。这股狂热的探险热潮，同样蔓延到了东方世界。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地点名为长城。远在任何一位探险家实际抵达长城之前，西方世界就早已掀起过一阵长城热。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里，在遥远的东方，皇权至高无上，生活井然有序。
还有一条从公元前就开始修筑的城墙，长达几千公里，并且持续修建上千年。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长城绵横500法里，蜿蜒高山之上，深谷之间。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这样一个雄壮的工程，很难不让人心驰神往。在接连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通过传教士的见闻书信、地图、写生与铜版画，一步步地接近长城的真实面貌。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开始向外国人开放，西方人纷至沓来，前来目睹长城的风采。但除了北京附近的城墙，那神秘悠远的长城西端，伸向茫茫大漠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更让他们泛起诗意的想象。向西走，走到最西的关城，就如一团不熄的火焰，燃烧在探险者的心中。1874年，俄国总参谋部的索斯诺夫斯基上尉率领俄国探险与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考察团中，除了地质学家、科学家和翻译员之外，还有一名叫鲍耶尔斯基的摄影师。仅他的摄影器材就用了几辆马车运送，几乎占了考察团行李的大多数。第2年8月1日，考察团抵达嘉峪关，摄影师用他携带的笨重的摄影器材，为这座城楼留下了最早的影像。1907年11月29日，一位化名为马达汉的俄国军官，以俄属芬兰国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骑马走进嘉峪关，并在日记中留下一段对嘉峪关的记述。我想象中的中国长城，远远要比现实中的长城雄伟得多。它已经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在中国人眼里，长城并没有失去象征意义。当我们骑马走入城门不久，晚钟敲响了，叮叮当当的钟声响彻夜晚的点点星空。马达汉的考察结束于1908年，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芬兰，投身于国家独立的事业，并在77岁高龄时受芬兰议会任命，成为芬兰共和国总统。1908年，马达汉离开嘉峪关的第2年，也就是莫里逊抵达嘉峪关的2年前，一位名叫威廉·艾德加·盖洛的美国人站在了嘉峪关前。他从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一路走来，经过了82天的艰难跋涉，即将完成西方人对于长城的首次全线考察。在亲眼目睹了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工程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感到了想象中的长城与现实的落差，并对西北的封闭停滞和边防安全发出了感慨。现在的要塞主要用作海关关口，没有卫戍部队，除了沿城墙堆积的几堆石头以防盗贼外，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在这片停滞与进步、贫瘠与希望并存的土地上，莫里逊依然看到新的文明正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生长。
回到英国后，莫理逊在一个以中国的觉醒为主题的论坛上发表演讲，以其西北见闻疾呼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的固有思路。他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编军队的尝试，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止鸦片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与勇气。1911年的春天，莫理逊结束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延续了2100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终结，大清帝国改换为中华民国。莫理逊也在清廷覆灭的当年结束了驻华记者的生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0年的西北之行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长途旅行。近千张亲自拍摄的照片也成为大清帝国统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影像。他写信给自己的中国友人：我在旅途中拍下了许多美丽的照片，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因为他们把你们的国家和人民的美好形象再现在你的面前。但无论在今日还是当时的国人眼里，那些停滞与进步相交织的照片并非那么美丽。它带给国人的更多是一份沉重的纠结，就像嘉峪关所代表的古老长城。1912年，在上海的一家报刊上，人们在很严肃地讨论着一个问题：长城该不该拆？在一些人看来，这堵绵长的城墙已经衰败不堪，是封建保守落后的象征。何况，城墙已无法抵御现代侵略者，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会阻碍交通和交流。长城无用论成为国人一时热议的话题。长城，世界7大奇迹之一，它最初的修筑目的却有些迫不得已。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不得已在边境修筑城墙。在历朝历代的修筑下，长城在明朝年间全盛，明长城全长8800多公里，翻越群山，穿越戈壁，技艺精湛。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可这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在清军的铁蹄面前没有发挥丝毫作用。清朝征服者轻易地从山海关入关，长城犹如虚设。但长城无用论之外，也有人坚定地捍卫长城的价值。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亡于北狄。不待宋明，
而在楚汉之时代矣。长城到底是不是闭关锁国、畏惧挑战的象征？争论一直在持续。就在嘉峪关为代表的长城防御体系早已陷入停滞之时，莫理荀也敏锐地注意到，另一些曾经远去的古老风景，又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西行归来的书信中，他这样描述：关闭了若干世纪的伟大贸易之路已重新开放。当年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从和田来到嘉峪关，现在每年有更多的商队沿着它畅行无阻。在清朝末年，嘉峪关被辟为与天津并列的外贸商埠，从这里销往西亚、欧洲的茶叶占国外茶叶市场总量的1/3。在莫理荀的时代，随着交通与全球探险的带动，人类正在从分散孤立走向集中联合。而在此之前，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包括旅行的历史、探险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更多依靠的是那条已被关闭了若干世纪的伟大贸易之路——丝绸之路。长城在嘉峪关戛然而止，丝绸之路却穿过这里，继续向亚洲大陆延伸。这条持续了1000年的文明古道所埋藏的力量，正继续召唤着新的探险者的到来。1933年夏日的南京显得有些闷热，在美丽的府邸花园内，一场盛大的欢迎晚宴正隆重举行着。宴请的对象是传说中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当他出现在晚宴上时，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感到有些诧异，因为这位北欧人身材并不高大魁梧，反而有些矮小，戴着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在他成长的年代，整个欧洲正在掀起一场全球探险与旅行的热潮。1880年，成功探索了北冰洋的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凯旋归来。在斯德哥尔摩，他受到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人群中，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深受这一盛况的感动，从此立志成为同样伟大的探险者。这位少年就是日后在探险界名震全球的斯文赫定。5年后，20岁的斯文赫定在一次穿越亚洲的旅途中，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2年春天，他南下完成了一次纵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旅行。此后，沿着那条大道继续远行，深入广袤的亚洲腹地，便成为他终身的事业方向。1895年2月17日，还有2天就过30岁生日的斯文赫定，开始了他在中国西部的第一次探险旅行。召唤他来到这里的，正是那条以丝绸命名的古道。但当斯文赫定抵达的时候，这条在人类历史中显赫一时的陆路交通线，早已被风沙淹没。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极萧条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无边的荒漠中，斯文赫定依然坚持不懈寻找文明的痕迹。他曾穿越蒙古戈壁，踏上青藏高原，绘制西藏地图。他还曾勘察过罗布泊，是发现楼兰古城的第一人。丰富的探险经历加上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让年近70的他再次受到民国政府的秘密委托。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的命运将发生崭新的变化，而且已经在梦想这次或许能为中国政府效劳，可以借此回报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以来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谁也不会像我一样那么真诚的想要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如果再有一次新的探险，或许我还有机会一睹我还不了解的那一段丝绸之路。让南京政府紧急邀请斯文赫定的原因，与中国的近邻日本有关。此时的日本正在加紧吞噬中国，并准备控制蒙古，而民国政府已渐渐失去对西部诸省的控制，这导致西部抗战战略缺乏缓冲和回旋空间，局面十分危险。斯文赫定建议，应该修建一条通往新疆的铁路和公路，以加强与西北边疆的联系。这一提案很快便得到国民政府认同。2个月后，斯文赫定便被聘请为铁道部公路勘测顾问，组建一支公路查勘队，赴西北考察线路。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带着考察队一行，开着政府资助的4辆卡车和1辆轿车，从北京出发，向呼和浩特进发。他们的计划是穿过内蒙古进入新疆，考察新疆省内道路后，再从敦煌经河西走廊返回，行程预计历时1年。出发前，许多人劝斯文赫定放弃，因为此时的西北局势十分复杂，土匪横行，危险重重。但斯文赫定不为所动，坚决地向西进发。最初的考察情况十分顺利，但当考察队刚刚进入新疆，就被立刻卷入混战之中。此时的新疆战火正盛，新上任的新疆王盛世才和回族叛将马仲英正打得难舍难分。不明所以的赫定一行刚刚进入新疆，就在军人的胁迫下，开车帮助马仲英逃离前线。盛世才恼羞成怒，他怀疑斯文赫定一行是外国间谍，将考察队拘禁在乌鲁木齐。
斯文赫定不断在国民政府、当地苏联势力和新疆军阀之间斡旋，终于在半年后用一辆卡车的代价换取离开新疆的自由。考察队一路向东狂奔，冲向期待已久的甘肃境内。地理学家里希霍芬曾用4年的时间亲自考察了中国的13个行省。虽然他的新疆之行被战乱所阻断，但他始终对那条连接了中国与中亚的交通大道念念不忘，并将他对那条道路的向往注入了自己的学生斯文赫定的生命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丝绸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出现了一条无穷无尽的商路。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竖起一座丰碑。1935年2月，结束了历时2年的道路考察后，斯文赫定回到南京。刚抵达这里，日本总领事就带着德川皇太子的亲笔信，诚挚邀请他访问日本。此时，日本军方早已在中国的北方沿线不断收集情报。刚刚考察归来的斯文赫定，无疑有着许多第一手的珍贵信息。斯文赫定非常清楚日本的意图，坚决回绝了这一请求。不久，斯文赫定将他在西北考察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国民政府，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等政要的隆重接待。斯文赫定提及了日本对中国西部的觊觎和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但此时，对于内忧外患日益紧迫的国民政府而言，振兴丝路并没有及时实施的可能。1个多月后，70岁的斯文赫定结束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生涯，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老家。It was in the purpose of tracing that road that I was appointed a leader of the great expedition that has been traveling now for 1 year and a half. Now the caravans go there in 3 months from China proper to Xinjiang. If you have a motor car road, you can do it easily in 10 days.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from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finally.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journey from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are very, very rich and very promising. And we are contemplating building a highway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Atlantic, straight through Central Asia. Thank you. Goodbye.
一生的探险经历就此落幕。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得到了他应有的荣耀。他在故乡受到了儿时所向往的英雄般的迎接，也将他对中国深深的怀念和牵挂留在了他所走过的那条丝绸古道上。考察结束2年后，1937年，正如斯文赫定此前预言的那样，中日全面开战。日军希望以闪电速度迅速消灭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危险是一步步逼近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垂涎已久的东北全境。1年后，伪满洲国正式成立。1933年，日本频频逼近北京和天津，两军在长城内外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5个月后，国民政府最终被迫妥协。于是，一份塘沽停战协议被签署了。在这份条例里，中国军队必须退守至长城以南100公里，不得越界进行活动，而日本却可以名正言顺地用飞机对这块区域展开侦察。虽然国民政府并没有直接承认伪满洲国，但这份协议却间接让长城成为了国界。在当时日本国内的明信片和宣传画中，长城频频出现，俨然已成为大日本帝国一道优美的风景线。我国当然不知何为卫国国界，只是国土被掠夺，全国民众负有收复之重责耳。敌人此日信口以长城为界，即他日复可言以黄河为界。当长城成为中日双方长期对峙的分界线后，日本方面却希望不断占领长城，进而越过长城。1933年1月初，日本占领山海关。到4月初，日本基本控制了河北境内的长城沿线。为了突出这一重大战绩，日本军队占领长城的照片被大量印制和散播，仿佛向中日民众宣告，作为中国的象征，长城已经被日本所控制。山海关和居庸关相继沦陷后，作为明长城最西端，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长城无用论的喧嚣热议就此沉寂，蜿蜒于国土上的万里长城已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
正如先行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所预言的那样，像冬眠似的躺了700年之后，他的人民处在一种觉醒的状态中，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力量。一如马达汉所言，焕然一新，正在苏醒的中国，现在已不是强烈期待、不可实现的梦，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可能，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它时刻大声疾呼自己的存在，这是任何人不能不考虑的事实。原为中国屏障，国难中尤为重镇。嘉峪关，这座久经岁月、屹立不倒的关城，将力量和希望照进了每个国人的心里。号角已然吹响，觉醒、抵抗的呐喊在每个国人的心里激荡。